在一阵新机狂轰滥炸后啊，那接下来呢就是华为的节奏了。在 Mate 80系列正式端上来之前呢，先整了一个开胃小菜啊，就是今天这期视频我们要拆的华为 Mate 70 Air。那其实，在华为体系里啊，这台机子感觉叫 Mate 70 X 会更合适。但我们今天不去纠结它具体命名什么，还是来看一看华为对于 Air 的产品定义啊。第一步，关机后取出卡托。基于现阶段 eSIM 的业务成熟度，那实体卡显然还是更胜一筹的。双卡背靠背放置，继续沿用 Mate 70系列的横置设计，材质呢为金属加塑料，内侧有防尘防水的胶圈。第二步，拆卸后盖，加热后酒精配合拆卸片划开粘胶分离后盖。后盖依旧沿用锦纤材质 ，Deco 的装饰板和摄像头镜片采用一体化的设计，所以材质必然是玻璃。那我们使用7级墨式硬度比进行测试，都不会在表面留下明显划痕。后盖内侧除4周常规粘胶外，在主板盖板4周、后摄 Deco、电池两侧以及副板的对应位置都设计有多处额外粘胶加固，增强整机的密闭性和结构强度。后摄 Deco 内添加黑色塑料内衬保护，内衬材质为含10%玻璃纤维的玻纤增强型聚碳酸酯，它通过粘胶和4颗螺丝固定在后盖上。内衬左侧的这2个触点证明 NFC 线圈的设计在 Deco 内，位置合理，方便使用。通过内衬的裸露区可以看出 Deco 的装饰圈呢是金属材质，防尘密闭泡棉分布在4颗后摄以及激光对焦传感器4周，3颗后置成像镜头的泡棉内呢还有额外的粘胶来提高防尘密闭效果。内衬底部贴有一块白色防水透气膜，撕压后就能看到2个平衡手机内外气压的泄压孔，泄压孔通向 Deco 6点钟方向的微缝开孔。顶部扬声器的对应位置贴有一小片散热膜，并且向下延伸到了主板的核心发热区域，以扩大整机的均热面积。电池的对应位置贴有缓冲泡棉填充机内间隙，中间还特意添置了一块金属片来加强此区域的抗冲击性能。仔细观察可以看到 Air 后盖是有厚度变化的，较厚的区域实测在 0.51毫米左右，对应电池位置，那应该是为了加强对电池的保护。而较薄的区域只有 0.41毫米上下，那对应副板区域，猜测是要给内部腾出更大的空间，以便塞入更多或者更大尺寸的零部件。那后盖所有位置都要比 Mate 70 Pro 加的 0.6毫米来的更薄，那这也很好理解，为了压缩整机厚度嘛。第三步，拆卸主板。传统3段式结构，相比 Mate 70系列的其他机型，最明显的结构变动就是放弃了电池区域的反包设计，中间没有配备无线充电线圈，那应该也是因为整机厚度的限制啊。电池位置的散热膜一直向上穿过了主板，来到前摄区域，使这片散热膜的面积呢来到3200平方多毫米。同时在顶部扬声器上呢也有散热膜的覆盖，底部扬声器的散热膜向上延伸至电池位置，加强均热能力。那受限于机身厚度，副板盖板对应底部麦克风的位置必须镂空，才能实现堆叠放置。卸下主板区域的所有螺丝，取出中间的金属盖板，挑开所有接口，取出红枫和超广角镜头。加热后将闪光灯排线和主板盖板分离后呢，即可取出盖板。主板盖板呢是内含20%玻璃纤维的玻纤增强型聚碳酸酯加金属组合而成。盖板内侧内连座和红枫镜头的对应位置呢，配备压紧填充泡棉，防止接口松动。取出固定盖板和接口屏蔽罩，挑开接口取出闪光灯排线。排线上就有激光对焦传感器、1颗闪光灯灯珠以及后置的环境光传感器。尝试取出顶部扬声器，发现底部还有粘胶固定啊，加热后即可取出。顶部扬声器采用多供应商方案，那我手上这个供应商非常小众啊，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，那不知道神通广大的观众们有没有认识的啊？顶部扬声器音腔充分利用了后摄 Deco 凸起的空间，那腔体够大，内部即便没有填充 N-Base 声学增强材料，也能提供一定的低音表现啊。内部发声单元的综合性能基本可以对应 AAC 瑞声科技的1115P。挑开电池接口进行断电，随后挑开主板上的所有接口，取出剩余摄像头。镜头的基本信息大家看图啊，主摄采用1.3英寸的传感器，可变光圈的取消应该也是机身厚度的限制。直立长焦给了 RYYB 传感器，红枫镜头呢也没有缺席。CMOS 的型号还是一如既往的进行一点隐藏，那虽然定为 Air 机型，但是影像的硬件配置还是尽可能的给足了，没有大刀阔斧的去砍啊。卸下1颗螺丝取出主板，主板采用利好散热的单层设计，上方外挂了一块音频小板，通过粘胶固定在主板上，加热后即可将其取下。吹开屏蔽罩就能看到2颗音频相关的芯片。主板使用 0.61毫米厚的 PCB 板材，主摄和长焦采用破板下沉设计直出中框。超广角和红枫镜头虽然架在主板上，也和 SOC 有部分重叠，但因为中间有主板盖板的隔开，所以很难出现长时间录像时的积热问题。
主板接口四周没有发现防护措施，部分小元件呢有做封胶处理。顶部麦克风位于主板右上角，薄弱位置有金属片的加固。那主要发热芯片区域的涂有导热材料，前置的环境光传感器也直接焊接在主板上。整机一共配备前后2颗环境光传感器，那可以更加全面的采集环境光数据，更加精准的来控制屏幕亮度。取下可拆卸的屏蔽罩，内部导热材料给的非常足啊。清掉后吹开罩框，核心3大件的 RAM 和 ROM 依旧是华为的特有私隐，查不到什么权威的信息，那就直接上软件实测。那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的是，两者的系统版本并不相同，所以数据仅供参考啊。我这台12GB RAM 的下面呢就是麒麟 9020B 了，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是9020的青春版啊。中框主板区域前摄四周使用胶圈密封，顶部麦克风收声孔配备防漏音泡棉加白色防水透气膜，核心3大件的对应位置全部进行了镂空。SOC 区域镂空很常见，但 ROM 位置的镂空就非常少见了。两者一起镂空，使核心3大件发出热量都可以更加直接的传导给 VC 均热板带走，并且 SOC 对应位置还做了3D 凸台设计，缩小核心和 VC 的间距，降低 Z 轴的接触热阻，进一步加强导热性能。那上方残留的导热材料也是相同的作用。第4步，拆卸副板部分，卸下散热膜，卸下副板区域的所有螺丝，挑开2个同轴线接口，取出副板盖板。盖板材质为金属加塑料，内侧马达的对应位置呢贴有压紧泡棉，防止松动产生异响。挑开副板上的所有接口，取出底部扬声器，和顶扬一样的多供应商方案一样，来自小众供应商，一样的内核性能约等于 AAC 的1115P。但不同的是底部扬声器的音腔的尺寸相比顶扬要小一些，所以内部呢需要填充 N-Base 声学增强材料来加强这个低频性能。取出副板，副板采用 0.35 毫米厚的 PCB 板材，接口和小元件四周没有发现防护措施，顶部有金属片的加固，上方集成有底部麦克风、SIM 卡卡槽以及 Type-C 接口，接口内侧配备防尘防水胶圈，虽然是满帧接口，但只给了480兆 bps 的 USB 2.0 规格，没有 DP 视频输出。整机一共配备上下2颗麦克风，缺少后置麦克风。那底部麦克风收声孔采用 L 型防呆设计，误插后不用担心防护结构损坏。取出圆形的 Z 轴马达，直径8毫米，厚3.25毫米。中框副板区域底部麦克风收声孔配备防漏音泡棉加白色防水透气膜。底部扬声器出声口使用红色胶圈加细密的防尘网保护，整机通过了2米水深30分钟的 IP68 浸泡测试，这要比 Mate 70的4米以及 Mate 70 Pro 以上机型6米都要弱一些。但高温高压的 IP69 喷水测试Mate 70系列的所有机型都是一样的。由于机身厚度的简薄 ，Type-C 接口位置呢也要像超薄折叠机一样特意做加固设计，提升这个区域的结构强度。第5步，拆电池。电池有快拆设计，采用单电芯单接口方案，通过硅碳负极技术的加持呢，仍然来到6500毫安时。制造商呢为东莞新能德，那自然是 ATL 电芯了。电池能量密度通过包装尺寸计算在839瓦时每升左右，是我们目前拆过的所有华为手机里能量密度最高的。4亚电池保护板上的绝缘贴纸，保护板采用 SIP 系统级封装，那应该是电池和机身厚度的限制，保护板没有办法采用 CPAC 工艺来减少小板在电池舱内的占比。4亚电池底部快拆贴纸和主排线可以看到 VC 均热板完整覆盖了电池所在的区域，非常夸张啊！最后一步，拆屏幕。加热后，酒精配合拆片划开粘胶，分离屏幕。那这是一块7英寸的 LTPS OLED 屏， 1.5K 分辨率，表面覆盖等身4曲面的第一代钢化昆仑玻璃。调光方面，高亮度类 DC， 低亮度提高为2160赫兹的高频 PWM， 实测手动全屏最高727尼特，强光激发后呢接近1400%，10%窗口下来到3890尼特。这块屏幕的整体素质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屏幕背面呢是全覆盖的铜箔，那由于没有屏下指纹，屏幕中间也就没有开孔了。驱动板上覆盖抗干扰贴纸，触控 IC 呢是汇顶的 GT9916S， 实测 AI 的屏幕总成厚度是要比 Mate 70 Pro 加略薄一点的。中框上覆盖有不对应该是 VC 上覆盖有面积约为6200多平方毫米的散热膜。下方的 VC 均热板即便不撕散热膜也能看出面积有多恐怖了。撕下后则可以清楚的看到空腔区域的大小，实测 VC 的面积在夸张的9100平方毫米左右，那即便只算中间隆起的空腔也有接近6800平方毫米。VC 采用高强度不锈钢打造而成，通过粘胶螺丝以及激光生融焊工艺呢，将中框和 VC 连接在了一起，组成超薄的中框总成。通过顶部扬声器位置的标注证明外框是含20%玻璃纤维的玻纤增强型聚碳三酯。外框上呢安装有集成指纹功能的开机键，内框呢为合金材质。好了，拆卸就到这里，整机有5种共28颗螺丝
那整体看下来啊，华为 Mate 70 Air 在产品思路上不同于隔壁的极致轻薄，相对来说会更具实用性。那给实用性加引号的原因，相信大家也都知道，现阶段华为的手机在性能和原生鸿蒙适配度上，相比其他主流旗舰还是存在明显差距的。那适配度呢，主要是针对常用应用的功能完整性。性能方面，对于日常使用其实倒没啥问题，主要还是性能不够强悍，导致影像算法的保守。那这也是目前华为无法快速攻克的难题。包括接下来的 Mate 80系列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啊。从这几代机型的各种卖点来看，华为也在努力通过一些技术创新来获取用户的青睐，是技术实力的彰显啊，也是一种无奈之举。反正优缺点都打了明牌，这个未来要不要现在就开始战，完全取决于你个人的抉择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我是欧斌，我们下期相拆再见。